用了都说好。阿联酋采购中国火箭炮之后，不会再看海马斯一眼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延绍。据阿联酋媒体《国民报》报道，中国北方工业公司通过阿联酋国际金属集团向阿方提供了 AR-3 多管火箭炮系统，总价值约17亿美元，其中包括火箭炮、配套弹药和相关服务。早在2020年的阿联酋阅兵式上，其陆军镜头给的最多的就是从中国引进的 SR-5 型模块化火箭炮系统，用了都说好，回头再购买。阿联酋过去可是美国海马斯火箭炮的客户，现在居然全面转向了中国产品，这背后的故事非常精彩。阿联酋陆军之前至少采购了40辆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器，在以沙特为首的国际联盟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中，阿联酋的海马斯也曾经出过场，但其表现并不亮眼。在乌克兰战场上威风八面的海马斯不被阿联酋陆军待见，不是因为海马斯不好用，而是他们有了更好的选择。阿联酋引进了中国的 SR-5 火箭炮系统以后，估计尝到了甜头，因为相比于海马斯，它的性能更优秀，不仅服务好，价格还便宜。SR-5 火箭炮可配置122毫米、300毫米两种口径的火箭弹，具有数字化、模块化、弹种多、精度高、弹件共架、自行装填、箱式储运等特点，打击距离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，这已经大大超过海马斯了。而相比于 SR-5 火箭炮，中国生产的 AR-3 的性能更上一层楼。中国火箭炮与海马斯火箭炮在打击精度、反应速度等方面差别还不算太大，但是在设计理念上相差很大。因为海马斯是一种考虑空运的高机动火箭炮系统，而中国的 AR-3 就是以陆地作战为主设计的，追求的火力、射程、毁伤效果和多用途性能。首先，中美两国的火箭炮在弹药数量上有差距，海马斯的火力模块只有一个，单车一次只能携带6枚227毫米火箭弹，或者1枚美国陆军战术导弹。而中国的 AR-3 在火力模块的装载方案上，就包括了2组共10枚300毫米火箭弹方案，2组共8枚370毫米火箭弹方案，2枚 TL-7B 型反舰导弹或2枚750毫米精确制导火箭弹装载方案。无论是火箭弹的直径还是数量，都远远超过了海马斯。第二，打击范围的差距。中国的 AR-3 配备有火龙140型300毫米精确制导火箭弹，火龙220型和火龙280型370毫米精确制导火箭弹。最低端的火龙140也比海马斯配备的 M30-31型火箭弹的射程远了50公里以上，火龙280型火箭弹的射程更是达到了280公里。单车整体打击效能更是成倍提高。第三，毁伤能力的差距。AR-3 火箭炮可以兼容火龙480型750毫米精确制导火箭弹，使用多模式末段制导，比如毫米波、电势、红外制导方式，具备机动变轨突防能力，战斗部重量高达480千克，射程接近300公里。有人说，只要减少配重，其射程就能翻番。无论从射程、打击精度还是毁伤能力上看，都不是美国陆军战术导弹能比拟的。从制导原理上讲，采用电势制导和红外制导的弹药可以打击移动目标，这又是 AR-3 强于海马斯的地方。第四，多功能上的差距。AR-3 型火箭炮还可以兼容 TL-7B 型反舰导弹以及其他类型的巡飞弹等等，所以你还不能说它仅仅是一款火箭炮，它也是岸舰导弹发射系统，甚至是巡飞弹发射平台。花同样的钱干几种武器平台的活，这个诱惑力是非常大的。要注意的是，中国火箭炮在中东的对手根本就不是美国的海马斯，而是早已经开始内卷。
可供出口的产品，既有中国兵工科技集团的，也有航天科技集团的，反正是哪家中国公司的产品都比美国人的强。21世纪的战争是不是炮战，我们还不能确定，但是只要你拥有了中国制造的火箭炮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火炮的作用。你可以把中国的火箭弹看作是简易制导的火箭弹，也可以说成是反舰导弹，当然将其定义为战术弹道导弹也行。要精度有精度，要射程有射程，要速度有速度，无论是信息化水平还是性价比都很高，且量大管用，只能说是太香了。所以在火箭炮领域，我们无疑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面，美国人只能在中国屁股后面吃灰，俄罗斯在这方面也早已落后了，而中国仍将继续向前跃进。如果不信，那就到珠海航展上去看看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